想象一位运动员不仅突破了人类体能的极限，更凭一己之力改写了整个体育产业的商业法则。今天我们要来深度解析大谷翔平现象，带你厘清为什么在2024到2026年这段期间，大谷翔平展现出来的成就已经远远不只是一则体育新闻了。没错，它根本是人类挑战极限，还有重塑商业经济架构的终极案例。我们直接切入那个震撼全世界的起点，2023年底的那份合约，10年7亿美元，那个数字本身就已经够吓人了，真的非常夸张。但里面藏着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细节。这7亿美元当中，高达6.8亿是所谓的延迟支付。等一下，也就是说，他在这10年内每年账面上每年就只领取200万美元的薪水，每年200万，这比大联盟里面很多替补球员拿的还要少吧？确实是这样。他等于是把眼前垂手可得的巨额财富直接推开耶。这是极其宏观的商业战略思维。这项延迟支付条款要一直等到2034年才会以每年6800万美元的方式慢慢付给他。那洛杉矶道奇队不就瞬间获得了超级大的薪资弹性空间吗？绝对是，他们运用这个空间，毫无顾忌地在自由市场大展身手，接连砸下重金，签下 Tyler Glasnow的1亿3650万美元延长合约，然后又用了12年3.25亿美元网罗了几本强投，享本有神，还顺手签下了重炮 Teoscar Hernandez。哇，这真的是一部精心算计的棋，把球队建构夺冠阵容的传统模式彻底翻转了。听起来他为了让球队赢球，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嘛？但我们去翻看富比士的数据，才发现实情完全展现了他超乎想象的吸金能力。没错，他在大联盟前6个赛季的总薪水大概是4600万美元，但他现在每年的场外代言收入高达4000万至5000万美元。合作的品牌清一色是国际巨头，像是 New Balance、保时捷、日本航空等等。财经媒体估算他的净资产早就已经达到1.5亿美元了。说真的，这就是大家在讨论的大股经济学啦。他等于是放掉眼前的球队薪水，换取球队的超强战力，然后自己再靠代言把钱赚回来。这是一套完美的双赢策略。带着这支由他一手促成的超级球队，他在2024年赛季写下的历史，真的只能用疯狂来形容。史无前例的50轰50盗俱乐部。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哦，9月19日对上马林鱼队的那场比赛，他单场6支6，里面包含了3发全垒打，10分打点，还跑出2次盗垒，就在那一天直接突破50-50的门槛。最后赛季结算是54轰跟59次盗垒成功，这根本像是在打电动一样的骇人成绩嘛！必须把这个成就放入当时的背景脉络来看，才会懂这到底有多难。怎么说？那一年他刚经历重大的手肘韧带手术，完全无法上场投球，所以专职担任指定打击，也就是 DH。任务就是纯粹专注在打击上。虽然大联盟当时推行了加大垒包，还有限制投手牵制次数的新规则，这确实为盗垒提供了有利条件。但长打火力的爆发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关键在于他极高的击球出速，还有他刻意提高击球仰角的飞球策略。也就是说，他不仅跑得比谁都快，击出去的球还比谁都狠。凭借这种表现，他也成为大联盟史上第一位单纯以 DH 身份全票拿下国联 MVP 的球员，最后更包办了世界大赛冠军。而且我们发现，那一年他场外的生活也充满了话题，像是跟日本女篮前国手田中娘米子结婚，他的爱犬 Decoy 甚至还获得了美国大使馆发出的特制签证。洛杉矶市还把5月17日定为大谷翔平日。但在这些看似人生胜利组的风光背后，他其实扛着难以想象的心理压力。那个前翻译涉赌跟背叛的事件，失去最亲密的沟通桥梁和朋友，他必须亲自站上面对媒体的火线。在面对这么巨大的背叛和媒体风暴时，依然能把专注力完全锁定在球场上，这展现出来的心理素质真的太强大了，可能比他的全垒打还要惊人。熬过了充满考验的2024年，我们跟着资料进入2025年，经历漫长的手肘复健后，他正式回归投手球。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他的球速居然变得更快了。
这不是颠覆了运动医学界对韧带重建手术的认知吗？数据层面的变化真的会让人怀疑测速枪是不是坏了。2022年，他的四缝线速球均速来到生涯新高的98.2英里。6月28日面对皇家队的时候，更飙出生涯最快的101.7英里活球。专家深入分析他的投球机制，会发现一个重大改变。是什么？他在美国职棒首度采用了固定式挥臂，也就是 full wind up 的投球动作。透过拉长身体蓄力的时间与空间，这可能就是他爆发力提升的关键。不只是球速变快，我们看资料也发现，他解决打者的武器库整个大换血。武器库确实经历了重组，过去那颗招牌指叉球，因为出手角度改变，导致轨迹增加横向位移，现在几乎只对左打者使用。取而代之的是一颗均速87.6英里、下坠幅度极大的硬滑球。这颗球创造了高达57%的挥空率，成为他新的三振绝杀武器。我们总结一下这年的双向数据，真的是吓死人呢！打击端破队史纪录的55轰、102分，打点20道。投球端14场先发，47局投出62次三振，防御率2.87。这统治级的表现，让他连续第2年全票拿下国联 MVP。接下来我们要把情绪推向最高点了。带你重温2025年国联冠军赛，也就是 NLCS 第4战对决米尔瓦基酿酒人队的那个夜晚。这是一项前无古人，甚至挑战人类认知边界的成就。大谷翔平在那天同一场比赛当中，打击端轰出3发全垒打，投球端主投6局无失分，并且狂飙10次三振。现代棒球史上从未有人能在季后赛达成这种纪录。历史上只有1942年的 Jim Tobin 曾经单场3轰，但完全不是这种等级的投球统治力。难怪队友跟高层的发言都充满震撼。游击手 Mookie Betts 直接说：“我们就像芝加哥公牛队，而他就是 Michael Jordan， 他去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。”三垒手 Max Muncy 赞叹说：“我们见证了棒球员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比赛。”道奇队棒球营运总裁 Andrew Friedman 更是直言，大谷的成就正在挑战人类大脑的极限。这不仅仅是体育赛事，更是人类潜能的极致展现。这场比赛直接确立了他带领道奇完成2连霸，并荣获 NLCS MVP。现在我们把视角拉回当下，也就是2026年3月8日。大谷目前正在出战世界棒球经典赛 WBC。为了保护手臂，以应付道奇队寻求3连霸的先发轮值，他这次专职 DH。当他在东京巨蛋的载制力还是超夸张的。日本队目前2连胜，大谷已经贡献了1发满贯全垒打和1发阳春炮，持续向世界证明他的影响力。我们用极其利落的节奏为你盘点今天的核心精华。第一，创下体育史纪录的7亿美元合约，透过极端延迟支付，展现了完美的大谷经济学。第二，2024年用震撼世界的54轰59道，创造出50-50俱乐部，突破现代棒球的速度与力量极限。第三，2025年强势回归投手丘，球速突破101.7英里，还进化出挥空率57%的滑球，拿下生涯第4座 MVP。第四，2025年国联冠军赛单场3轰加10K 50分的神级表现。盘点完这些，我们将话题拉回到你身上。为什么了解大谷翔平对你如此重要？因为他展示了什么叫做在顶峰中持续进化。即使已经是世界强，他依然在调整投球机制，精进打击策略，永远不受限于既有的成就。最后留下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让你举球。如果大谷翔平已经打破了我们对人类极限的传统认知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运动员培育体系将会彻底改写？未来的孩子们在踏上球场时，会不会把2刀流视为一种标准配备，而不是百年一遇的奇迹？这份颠覆性的影响力，就留给你慢慢探索了。